减少塑料使用。今天你的垃圾桶里几乎没有垃圾。我努力过一种非常可持续的生活方式。在家中如何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？我所有的食物都用玻璃罐储存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、简洁的想法。我买的肥皂也是用大纸盒包装的。我仍然会买很多瓶装水。你应该使用金属瓶和过滤器，这样也能帮我省不少钱。这对蓝色海洋也更有利。你自带购物袋吗？我在车后备箱里放了一些布袋。我总是把包忘在厨房。你应该在门上贴个小纸条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很实用的建议。约翰，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巨大的不同。这周我会尽量少买塑料制品。我可以带你去当地的散装食品店。他们出售的食品不使用任何塑料包装。第二课，圣乐。合唱团的嗓音非常洪亮清晰。圣经经文饱含鼓舞人心的宗教情感，讲述了希望和救赎，而音乐则与经文相得益彰。音乐让文字触动了我们的心灵。在这座大楼里，我感到非常平静。作曲家创作这首曲子已有200多年历史。他的作品至今仍然非常有名，非常受欢迎。为什么音乐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？它通过人类共同的情感将人们联系起来。我喜欢管风琴的声音。它是全世界声音最大的乐器。低音音乐响起时，整栋楼都会震动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是一种非常具有精神意义的体验。这个节目会有第二部分吗？是的，他们现在要演奏最后一首交响曲了。我们应该在比赛开始前找到自己的座位。走廊里的灯渐渐暗了下来。我会闭上眼睛，静静聆听。这是享用它的最佳方式。我很高兴我们今晚来了这里。第三课，最终的遗产。我们在这家公司工作了10年。忙碌的时候，时间过得飞快。你希望人们记住你什么？我希望人们记住我的诸多善举。我希望人们记住我的努力。成功固然好，但朋友更重要。我希望我能帮助一些年轻员工成长。你对他们来说是一位非常好的导师。我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对任何人来说，这都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。你目前为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？我为自己建造的学校感到自豪。安娜，那是你利用空闲时间做的。这是一项非常困难但很有意义的任务。我想写一本关于我人生的书。我一定会把每一页都读完。
我有很多关于我们办公室生活的故事。请不要把咖啡机事故也算进去。那是这栋楼里最搞笑的一天。第4课，正式活动。你需要一件非常特别的礼服参加晚宴。我需要一套正式的晚间活动服装，他们那里或许有你想要的。这条黑色长裙非常优雅。我觉得可能有点太长了。你可以搭配非常高的高跟鞋穿。我不太擅长穿高跟鞋走路。这条深蓝色丝绸连衣裙怎么样？颜色非常漂亮，非常浓郁。它和你的眼睛颜色很搭。我现在要去试衣间了。我会在这里靠近镜子的地方等你。我的腰部看起来是不是太紧了？不，它非常适合你。我还需要一个小银带。高高的架子上有一些袋子。我要那件带珍珠的。安娜，你长得像个著名电影明星。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，我感觉自信满满。你将会是那里穿着最得体的人。第5课，开放市场。法律保护每一位劳动者的权利。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公开市场上自由提供和协商服务的权利。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法律问题。它限制了个人的潜在收入，但它也提供了一张稳定的安全网。有些人更喜欢承担更大的风险。他们想要自主定价的权利。竞争能显著提高工作质量。它还会导致极大的压力。我们必须在这个体系中找到平衡点。政府每年都会设定最低工资标准。这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吗？在许多城市，这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法律。一些国家的劳动法规差异很大。我将为课堂作业研究欧洲模式。这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比较。我想成为一名劳工律师。你很有正义感。第6课，海岛旅行。这个小镇的街道上没有汽车。这里很适合散步或骑自行车，还可以乘坐马车，虽然主街上可能不太方便。虽然主街可能会非常拥挤。我想租一辆自行车，租期1天。我们可以一起骑车去老灯塔。通往灯塔的路很陡吗？这是一条沿着蔚蓝大海的平坦小路。我想看看那些古老的木屋。它们被涂成了各种鲜艳的颜色。这里感觉就像一个非常宁静的梦境。这里是艺术家们非常喜爱的去处。我看到有人正在画港口。这里的光线非常明亮清晰。
我们晚点再坐马车吗？这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游览方式。我想先买些当地蜂蜜。这家商店就在邮局旁边。我10分钟后在那里等你。我会在大师喷泉旁等候。第7课，制作千层面。我们有番茄酱和肉。面条和乳清干酪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比如蔬菜之类的？菠菜和新鲜大蒜之类的蔬菜怎么样？我还会加一些青椒。我们需要1大块帕玛森奶酪。我会寻找质量最好的品牌。我们应该买些红酒来做饭吗？少许葡萄酒能增添浓郁的风味。我会找一瓶意大利产的酒。我们需要罗勒之类的新鲜香草吗？罗勒是美味意大利菜必不可少的食材。我会挑选一些气味浓烈的。我们的晚宴一定会非常成功。我希望我不会把面条煮糊。我会帮你看烤箱定时器。你是厨房里非常得力的助手。我喜欢烹饪美食的过程。这是一种非常有创意又有趣的爱好。我会在水槽里洗菜。第8课，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。我已经把所有食材都放在传送带上了。我忘了带绿色布袋。下次也请带上我们的可重复使用购物袋，这真的很重要。善待大自然当然非常重要。我们得用纸袋。至少它们比塑料的要好。我会把这些袋子放在车里。这是记住它们的最佳方法。收银员正在扫描牛奶。我将使用手机电子钱包付款。科技让购物变得非常快捷方便。我仍然喜欢使用纸币。安娜，你为什么更喜欢使用传统现金？它能帮助我了解自己花了多少钱。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预算方式。我会把鸡蛋放在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对待玻璃制品。我会双手拿着这个包。我会把重物搬到车上。第9课，品牌战略。这家公司的创始人非常有名。一些评论家认为，耐特的自负与耐克的营销策略有很大关系，耐特的隐藏动机也是如此。一些评论家认为，这位骑士的真正目的是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声誉。它改变了我们看待鞋子的方式。现在运动鞋非常流行。人们愿意花很多钱购买它们。这个标志在每个国家都广为人知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强大的设计。他们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取得如此成功的？他们广告中启用了许多著名运动员。
这是建立信任的一种非常明智的方法。现在许多其他品牌都效仿了他们的做法。我更喜欢买舒适的鞋子。很多人购买它们只是因为他们的品牌。这就是全球品牌的力量。我们应该在课堂上研究他们的财务增长情况。我会找到他们的销售数据。约翰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研究。成功需要非常大胆和清晰的愿景。第10课，伟大的运动员。你知道篮球传奇人物迈克尔·乔丹的生平吗？我知道他曾是芝加哥公牛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球员。他是企业高管的儿子，1981年至1984年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，之后应征入伍。他在大学3年级结束后被职业联赛选中。对于一位年轻运动员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开端。他凭借精湛的球技彻底改变了篮球这项运动。你认为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吗？许多体育迷认为他是最伟大的。他在90年代的职业生涯中赢得了6次冠军。如今要打破这个纪录非常困难。他还以其极强的工作热情而闻名。自律对于任何职业生涯都至关重要。他成为了篮球运动的全球偶像。他的鞋子现在在商店里仍然很受欢迎。品牌营销在他的成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我更喜欢在网上看他以前的比赛集锦。他的动作速度真是惊人。他激励了许多年轻人努力奋斗。成功既需要天赋，也需要大量的努力。第11课，新鞋。我的旧鞋子磨脚疼。你应该试试这些轻便的，它们非常舒适。这些看起来非常时尚，颜色也很鲜艳。长途步行时，舒适比款式更重要。我会试穿一下，看看尺寸是否合适。感觉脚趾周围很紧吗？不，它们摸起来很柔软，也很有弹性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你应该在店里四处走走。感觉就像走在柔软的云朵上。这正是你日常跑步所需要的。与其他品牌相比，它们价格贵吗？他们正在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促销。我会在今天促销结束前买下它们。你还应该买一些厚棉袜。好的袜子可以防止皮肤刺激和水泡。很高兴你找到了一双好鞋。您的建议总是对我非常有帮助。我喜欢帮助朋友们找到好东西。我们现在去收银台吧。第12课，酒店客房。欢迎您夏季入住我们酒店。我想要一间视野好的房间。我知道有哪些选择，我们有一些楼层较高的房间，您想看看吗？
是的，我很想住一间带阳台的房间。电梯就在你左后方。房价包含早餐吗？我们每天早上7点提供丰盛的自助餐。这听起来很适合我早期的巡演。这间房间拥有美丽的海景。从这里看，蓝色的海水显得非常平静。这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套房之一。房间的网络连接稳定吗？我们为所有客人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。我将入住这间房间3晚。我需要您的护照才能完成预订。这是我的文件和信用卡。请在此白皮书上签名。我非常期待这次假期。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会帮您把行李搬到楼上。第13课，寻找室友。如今独自租房非常昂贵。寻找一位负责任、安静的室友，合租一套2居室公寓。那套公寓具体位于哪里？它距离中央车站非常近。那样可以节省我很多旅行时间。广告上说房租包含所有费用。这对这座城市来说是非常公平的。你更愿意和学生合住吗？我希望室友有稳定的工作。性格安静的人通常是最好的室友。我现在就拨打广告上的电话号码。你应该问问厨房的大小。我喜欢烹饪，也需要一些私人空间。确保屋内有洗衣机。我不想去自助洗衣店。我希望对方友善且非常爱干净。干净整洁的家对我的内心平静至关重要。祝你面试顺利。我明天早上会告诉你结果。第14课，重建信任。很高兴我们又能联系上了。虽然花了一些时间，但我们通过努力重建了彼此的关系。我为之前说的话感到抱歉。我过去也犯过一些错误。沟通是建立牢固关系的关键。我们应该始终彼此坦诚相待。用一颗友善的心倾听很重要。宽恕使灵魂感到无比轻松。我更看重我们的友谊，而不是我的自尊。我们有很多美好的童年回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未来。让我们计划一下明年夏天的旅行吧。我们可以去北部山区游览。大自然是寻找平静的好去处。我这次旅行会带上相机。我会带地图和一些零食。我们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。只要我们有耐心，时间可以治愈很多伤痛。安娜，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好意。
第15课，晚间体育课。为了保持健康，我需要多运动。我今天要去健身中心。下午6点左右可以吗？太晚了吗？1点也不晚，我通常那个时间去。这是锻炼的绝佳时机。健身房晚上通常非常拥挤。我喜欢热闹的氛围。我更倾向于先使用正在运行的机器。我喜欢举重锻炼手臂力量。你能教我一些好的力量训练动作吗？今晚我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。我们应该多喝水。剧烈运动期间补充水分非常重要。你有没有最喜欢的音乐播放列表？节奏快的音乐能让我行动得更快。我会戴耳机去健身房。我们可以6点在入口处见面。我会穿上我的新蓝色运动鞋。我会带条毛巾擦汗。运动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第16课，战斗机飞行员。本次展览展示了一位著名飞行员的生平。回到德克萨斯州后，他在70年代初成为德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战斗机飞行员，之后四处漂泊。服役结束后，他游历了全国各地。他为什么选择驾驶战斗机？他喜欢速度和巨大的挑战。飞行似乎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。飞行员必须非常勇敢且非常冷静。他是否参加过真正的战争？他训练了许多其他飞行员执行作战任务。玻璃柜里的制服看起来很旧。这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文物。我对飞机技术非常着迷。50年前的发动机要简单得多。现在我们有了电脑来辅助飞行员。但最终决定权仍然在飞行员手中。我真想从高空俯瞰世界。从驾驶舱看到的景色非常美丽。我今晚会多了解一些他的生平事迹。他写了一本书，讲述他的飞行冒险经历。第17课，薪资谈判。你和导演的会面进行得如何？我提出了薪资要求，并提到了我期望的薪资范围，他们是否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？他们的薪资待遇是否立即达到了你的预期？他们要求一些时间考虑一下。你应该始终清楚自己在市场上的价值。我在这个领域有5年经验。这是谈判中一个非常有力的筹码。他们还提供不错的健康保险计划。福利和现金同等重要。我还申请了2周的假期。他们同意延长休假时间吗？他们说这是公司的标准政策。我希望他们能全额支付给你。我会等到周5收到他们的邮件。必要时不要害怕说不。
我想要一份能尊重我技能的工作。你是这个部门最优秀的员工。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。我相信你一定能买到很划算的东西。第18课，国家声望。这篇演讲探讨了国家的未来。但我们仍然意识到，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声望不仅仅取决于我们。这取决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境界。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以身作则。权力不仅仅关乎军事或金钱，这关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。世界指望我们带来希望和稳定。我们必须携手合作，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。你认为领导力可以在学校里学到吗？真正的领导力源于一个人的内在品格。正直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。如今许多人都不信任他们的政治家。我们需要重建公众对公共系统的信心。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做出对所有人都有益的选择。我们是下一代全球领导者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责任。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。历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位非常睿智的老师。我希望将来能为社区服务。第19课，派对购物。我们需要买些新鲜肉类和面包。辣椒和西葫芦也要检查一下是否足够。请务必检查一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木炭。我们还应该买一些瓶装冰水。我去找辣芥末酱。我们需要准备一些纸盘给客人吗？如今，真正的餐盘对环境更友好。派对结束后，我会洗它们。安娜，你真是太乐于助人，太善良了。我希望大家都能玩得开心。我们应该买些甜玉米来烤吗？烤玉米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夏季小吃。我会从这堆东西里挑出最大的几个。在水果区找找成熟的西瓜。炎热的天气里，冰镇西瓜非常清爽。我们购物清单上的东西都齐了。我们去那边结账吧。今天早上排队的人很少。我会把这些重物搬到车上。第20课，加床。我已经处理了您预订套房的申请。先生，非常感谢您的迅速帮助。我们的客房服务人员会尽快将床送到您的房间。这会额外收费吗？这是为我们尊贵的客人提供的免费服务。这家高档酒店真是太慷慨了。您需要额外的枕头或毯子吗？多一个枕头就太好了。我现在就把它添加到发货清单里。今晚游泳池几点关门？
泳池今晚开放至10点。我晚饭后要去游泳。谁宜加热，让您倍感舒适？我对选择的房间非常满意。我们力求提供最好的服务。我会向朋友们推荐这个地方。口碑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我会回房间等。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就会敲您的门。第21课，咖啡香气。这家咖啡馆的香味真是太棒了。我喜欢清晨的香气，这是开启美好一天的最佳方式。这让我感觉非常警觉，随时准备就绪。你喜欢喝黑咖啡还是加奶咖啡？我喜欢加一点糖的黑咖啡。我喜欢咖啡上有很多泡沫。这家咖啡馆每天都自己烘焙咖啡豆，每一口都能品尝到它的品质。我喜欢这里安静的氛围。这里是读书的好地方。我今天在读古罗马工程方面的书籍。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很难研究的课题。这真的很有趣，也很有意思。我更喜欢读现代推理小说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书喜好。我们应该点一小块蛋糕吗？柠檬蛋糕配咖啡很不错。我会去柜台点餐。我会帮我们预留座位。第22课，春园。天气变得非常温暖晴朗。春天里，我喜欢园艺和观赏各种活动。观赏鲜花盛开是一种莫大的乐趣。我正在种植红玫瑰和黄郁金香。它们夏天会非常漂亮。今年你打算种菜吗？我种了绿莴苣和大番茄。自家种的食物比超市买的食物好吃得多。这还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。我喜欢挖土这种体力劳动。这是保持活力的好方法。大自然现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美丽的色彩。我会帮你搬那些重锅。谢谢你一直以来都是个好邻居。我们应该在秋季分享收获的果实。我会用你的西红柿做个沙拉。我要用这些浆果做一个馅饼。约翰，今天鸟们的歌声特别响亮。他们很高兴，冬天终于过去了。第23课，等额学分。本文探讨了该办公室的历史。一些能力很强但薪水极低的女性掌控着局面，而其他人却无法处理案件，获得信贷和索赔资金。那在过去是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如今，这在一些公司仍然是个问题。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获得与其付出相符的公平报酬。天赋应该是成功的唯一因素。
我们必须为各个专业领域的平等而奋斗。在现代社会，女性往往是领导者。领导力应以技能和成果为基础。我想为一家公平的公司工作。申请前，你应该先了解他们的政策。我会在面试中询问薪酬差距问题。这是一个非常勇敢且必要的问题。当人们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时，改变就会发生。在工作中，我们必须互相支持。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经理。你非常适合这个角色。我会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成功属于那些为人正直的人。第24课，旅行的烦恼。我在这座城市待得太久了。嘿，你有没有想过计划一次旅行？是的，我一直很想去旅行。你想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度假？我想去看看意大利的古城。罗马和威尼斯都非常美丽，而且历史悠久。我想吃真正的意大利面和披萨。这些建筑的历史也十分引人入胜。我们可以趁暑假一起去。我们需要攒点钱买票。我会在银行开一个旅行基金账户。旅行能让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。这是拓展思维的最佳途径。我们应该乘火车还是飞机出行？乘坐火车穿越欧洲非常浪漫。我们可以看到群山和绿色的田野。我今晚会找一家便宜的酒店，确保它靠近市中心。我非常兴奋能开始这段冒险之旅。我们应该买一本旅行指南。第25课，河流分层。这个峡谷的岩壁非常高。河流向下流淌，穿过多层岩石，切割出砂岩和石灰岩层，塑造出独特的形状。百万年来，这股水的力量非常强大。大自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。你可以看到岩石的不同颜色。红色和橙色涂层非常鲜艳。它就像一本用石头铸成的历史书。我们在边缘附近必须格外小心。这条路很窄，而且很滑。我能听到流水声。这是一种非常舒缓身心的声音。我想触摸冰冷的河水。小心别掉进溪流里。我会待在大石头附近。我们应该把这个景色拍下来。阳光直射进峡谷。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地方。与这些悬崖相比，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。它提醒我们要尊重自然世界。第26课，坚定的希望。这座城市有着一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。
这座被围困了18年的城市依然充满活力、力量、希望和决心。这里的人们从未失去过顽强的精神。他们亲手重建了家园。它是人类生存和力量的象征。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勇气和和平。现在街上又充满了生机。孩子们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玩耍。这与过去截然不同。自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。我们绝不能忘记战争的代价。教育有助于预防未来生活中的冲突。我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全世界。你应该为报纸写篇文章。我将采访镇上的老年人。他们的故事对我们的孩子来说非常有价值。我们必须保护这个地方的记忆。希望就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。这座城市的活力令我深受鼓舞。第27课，保持专注。这个月我们有很多任务要完成。是的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时间表有助于我们按计划进行。欢迎提出任何建议。我们应该先完成最困难的任务。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处理细节了。我会把这项工作分配给我们最优秀的团队。我们必须每周一开会，检查进展情况。沟通可以避免日后出现重大错误。我们有足够的预算来开展这个项目吗？我已经向主任申请追加资金。我们必须谨慎消费。质量比速度更重要。我同意，我们应该把事情做好。你能在周5之前准备好最终报告吗？我会加班完成这份文件。不要工作太辛苦，保持健康。我将稍作休息，吃个午饭。平衡对于长久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。我相信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。我们的团队非常聪明，能力也很强。第28课，宠物篇。这家店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护肤品也在这个区域，甚至还有宠物用品区。我需要买一些有机洗发水。我需要一把新梳子给我的黑猫梳毛。他们也有很多不同品牌的狗用品。我的猫只喜欢柔软的木质刷子。看看这些色彩鲜艳的鸟玩具。人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自己的宠物。对公司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。我会给我的猫买一些健康的零食，确保它们不含糖。它现在正在严格控制饮食。我去找润肤露。我更喜欢纯天然的产品。天然产品更适合敏感肌肤。我稍后会在宠物用品区等你。
我想看看小型鱼缸。金鱼很容易饲养。我喜欢会说话的宠物。第29课，异国甜点。我喜欢尝试不同国家的特色美食。在国外咖啡馆吃过的最难忘的甜点是什么？我在巴黎吃了一块热巧克力蛋糕。约翰，它很甜很香吗？这是我尝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我在一个小城市里吃过蜂蜜糕点。土耳其糕点以其香甜的口味而闻名。我一边看日落一边吃了它。风景优美时，食物也更美味。我想学怎么做。你可以在网上找到食谱。我得先去买些特殊的香料。我们应该在公司办个甜点派对。那真是个绝妙又美味的主意。我会从比利时带来黑巧克力。我会从日本带来甜茶。大家都会对食物非常满意。分享食物是分享文化的一种方式。它以一种美好的方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。第30课，一起唱歌。我想找一首新歌在我的音箱上播放。有没有哪首歌总是让你忍不住想大声跟着唱？我一直很喜欢唱80年代的经典摇滚歌曲。这些歌曲在聚会和庆祝活动中非常受欢迎。它们节奏感强，旋律非常动听。我喜欢节奏快的现代流行音乐。很多人喜欢跟着著名电影原声带一起唱歌。这是真的，因为歌词很容易记住。你会在淋浴时唱歌，还是在车里唱歌？我开车的时候通常会大声唱歌。这是缓解一天工作后压力的好方法。音乐具有改变我们情绪的特殊力量。有些歌让我感到非常快乐和充满活力。其他歌曲节奏舒缓，让我感到十分平静。我想找到一首人人都知道、人人都喜欢的歌。我们应该选择一首目前在排行榜上流行的歌曲。那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下午可以去公园玩。让我们搜索一下热门歌曲播放列表。我现在就按下播放键。